我替我哥蹲雪窝子、爬冰面，打猎挣了上万块，年底他却只分我20。他说猎队的编制是他的，开山的批证是他的，甚至连我手里那根火药枪都是他买的，而我只是简单的进山打猎凑个人数。这样的人没必要和他辩解。我弯腰捡起雪地里的20块钱，转头买了一把属于自己的猎枪。那天他看着我雪橇上堆成山的猎物，气得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。但我心里清楚，这只是我拿回属于自己尊严的第一步。老二，过来，拿着，过年买身新衣裳，剩下的再买点挂炮吧。哥，一年我进山200多趟，每次都是我踩点盼风向定伏击位，整个猎队的收防全靠我。1万块的利润你就给我20。李野，猎队编制谁的？批文谁的名字？你手里那杆破枪火药钱谁掏的？大伙都看着呢。我家养了你20多年，20块钱不少了。再说了，你不就是拿个枪充个数，没我给你一口饭吃，就你的怪胎玩意儿，根本活不下来。离了我，上街要饭都没人给。可他当时拉我入伙时明明说，打猎功劳你最大，到时候打来的山货随你处置，只要给哥留点利润就成。可现在他却说我就是拿把枪冲人数，没什么技术含量，没我对森林地形和猎物习性的极致把控。我倒要看看他们整个猎队能不能撑过这次寒潮。我一直走到后山，看到郑伯佝偻着背影擦枪，我知道我的机会来了。野子来了，大年下的不在家暖炕，跑我这四处漏风的院子干啥？郑伯，年后我想自己进山，但我没枪，你手里那把卖吗？你想单干，林虎能放你这棵摇钱树走吗？再说了，我这枪废弃好些年了，膛线都开裂了，没法用。林虎猎队的土枪都是我修的，把它修好不成问题，我是诚心要。这枪当年陪着我打过鬼子，现在跟着我这把老骨头也是浪费。你想要就直接拿去吧，也不算糟蹋东西。郑伯，我偷攒了100，这50给你，剩下的我得留着买火药和修枪的零件。等我从山里打猎回来，一定拿最好的狍子肉给您老下酒。野子，你说你这么心善，要是我家孩子就好了。孩子，这枪年头太久，弹道全偏了，必须修好才能用，否则一定会炸膛出事的。您放心，我一定能把它改好，让这把枪重新发挥它的价值。好，好，我这把老骨头现在就带你去治安局，把我打猎证的名字改成你，以后谁也不能拿你单干说事儿。办好持枪证，我盘下了半山腰这间废弃猎棚。这儿虽然破，但打猎位置俱佳，能死死守住野兽下山的必经之路。这6指怪物不会疯了吧？竟然在半山腰买了个四处漏风的破烂屋子。林虎年底可是分了他20块，他会一分不留，难不成就是为了给村委的刘寡妇买房子？林虎年底可是分了他20块，他会一分不留，难不成就是为了给村委的刘寡妇买房子？全村也就刘寡妇能看上这怪物，要是我家闺女，我一定把她腿打断，永远别想和我家扯上联系。我没有解释，只是低头检查。老猎枪的枪管虽然锈得厉害，但只要能将铁锈除掉，换一个新膛线，就是一把崭新的猎枪。屋里的捕兽夹已经报废，需要去镇上买新的。猎棚不当风，需要重新铺，挡风的木板也得换。等他们离开已经是晚上，我便拿起在镇上买的零件开始修补。铁锈这东西必须先处理，不然待的时间一长，整个枪管都会报废，就算是替换新的膛线也会继续腐烂。整整1个月，我白天正常去猎队报到，晚上跑回猎棚打磨枪管，更换弹簧，趁着夜深无人更换朽木和顶棚。直到除夕那天，晨光透过大山照在我身上时，一把崭新的猎枪终于被我修好。我将猎枪放在怀中，看着我修好的猎棚，这一刻我拥有了人生中最珍贵的2件东西。这就是你买的破烂猎棚，跟我家比起来算是什么东西？不仅四处漏风，连个炕都没有。今晚滚回老屋吃饭。知道了。我就知道他不怀好意。
他一直把我当成显示他成功的工具。我在家里连一个屋子都没有，林虎却花着我拼命打来的猎物钱吃喝玩乐。但没关系，大山从不向弱者妥协，没有我这只手去感知风向和动物的心跳，他很快就会因轻视遭受到山的报应。傻杵在门口干啥？还等着人请啊？二叔，我爸说你的手跟山里的黑瞎子爪子一样，是个怪胎，你赶紧解开布袋，让我们看看你的6根指头长啥样呀！这个家里从没有我的位置，就算是吃饭也将我当成佣人。这是你的地儿吗？你就坐。一个6指怪物还敢抢我们光宗的位置？怪物，还不从我的位置上滚开！是啊，我们家可没你这样的6指怪物，还敢跟光宗抢位置，给你一口饭吃都不错了。这大过年的，还不赶紧给老林家唯一的血脉拿红包？我就20块的分红，他们还想让我给回去。这些年来，我免费给他们干活，剥兽皮，扛几百斤的猎物，在他们眼里，我天生就是免费劳动力。这还差不多。当年要不是我把你从山洞里捡过来，给你一口饭吃，你早就饿死了。这恩情，你一辈子都别想还清。我知道，爸妈，多谢您这么多年的照顾。那你摆脸色给谁看？这可是整整20块钱，给我们光宗10块钱就摆脸色。没有你哥，你有这么多钱拿吗？怪胎就是怪胎，连胃口都大得很。李野，你竟然敢对你嫂子甩脸色，还想不想在这个家待了？你嫂子可是我们林家的功臣，生了光宗咱们林家唯一的男童，你连钱都赚不到，还敢这样？长嫂如母，还不赶紧跪下来给你嫂子磕头道歉，别让你哥动手！爸，别这样说，野子人大了，面子还是要给的。他现在跟着我进山打猎，有一口饭吃，不就挺好的吗？虎子，还得是你。要我说，这样凑数的东西，养着他还干什么？这家人的嘴脸永远是这样，从来不把我当人。哼，或者说，我就像山里的猎物一样，能被他们随意对待。今年我可净赚1万，从手指头缝随便露出一点都够他吃一辈子了。爹，我今天可是去镇上换了辆金鹿自行车，等开春咱家的老房子一翻新，我们就是村里唯一户红砖房。好，给你第20，你也是仁至义尽了。1万块的利润，我冒着大雪进深山200次，我哥在热炕头搂着老婆，总共进山10次。这就是他们说的对我好。怎么，你不服？没有，猎枪是哥的，县里的收购渠道也是哥在维护，我只是去深山里探个风向，下个卡子。那你怎么把老郑头的破猎枪买下来了？不会是想……哥，你听差了，那旧枪是我准备大雪封山的时候帮猎队打野野雀，兴许以后能给队里当个备用。真是个败家子儿！那20块钱留着买面买肉不好吗？非得折腾那堆烂铁。爸，别说20块了，就是给他200块他也留不住。你看他那只手缠得跟个粽子似的，脱了布谁看了不犯恶心？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哪里的山妖转世呢。他这手确实是个祸害，等开春了找个触角医生，把那根多出来的指头剁了吧，省得丢林家的脸。剁了？他们根本不知道，这第6根手指是我在深山里见风辨位的本钱，没了它，他们1分钱都别想赚到。不过听说阿野经常往后山的小寡妇屋里钻，不会是要接盘吧？也对，一个怪胎，一个克夫的丧门星，倒是绝配。他不是丧门星。哟哈，说2句还生气了，这个家还没人敢瞪我。行了，克他又不是克我，只要不往家里领，就让他跟小寡妇快活快活。等明年哥赚了大钱，把你多出来的手指头剁了，再给你张罗个清白人家的姑娘。现在还不是和他们撕破脸的时候，郑伯的那把枪是我唯一的活路，只有到初3进山，我才有能和他们抗衡的资本。我知道了，谢谢哥。光动嘴，理呢？哥，这是我剩下的所有钱，年后就辛苦你给我口饭吃。这才是我的好弟弟，以后你就好好偿还我们家给你这么多年的恩情。林虎想利用我，让他明年继续赚得盆满钵满。初3那天，我会让你知道谁才是真正的山中之王。
子，他是山里的妖怪。6只手，这手比熊瞎子的还瘆人。你平时过破布裹着真是对了，这要是让县城那些老板看见，谁还敢收咱们列队的野味儿？看了都反胃。丑东西，赶紧把那破布缠上！大过年的，别吓着我大孙子！林野，你吓唬光宗干什么？妈，怪物要吃人，快让他滚出咱们家！还敢吓我的大孙子！带上你这破布条子，给我滚出去！走了好，省得楚仙爷在这触眉头。是他故意要把我手上的布扯掉，现在还骂我怪物。这么多年我在家里连一个公平都得不到，他们从来都没把我当成一个人，而是一条能帮他们打猎的狗。我会好好记得你们每个人丑陋嘴脸。不想吃饭就给我滚回山里，把雪窝子里的捕兽夹和下套的网全检查一遍。要是敢耽误初3开工，我一定不会饶了你。这些年来，他们一直用当年救我的恩情不断索取，救我的恩用了1年又1年，可我还是住在当年的雪窟窿里，甚至连一顿饱饭都没吃过。还好我已经有了自己的猎棚，那里才是我林野真正的家。阿野，咋大年夜跑出来了？是不是又挨骂没顾上吃饭？刘姐，你怎么在这风口站着？我包了猪肉馅的饺子，还炒了几个菜，我和丫丫吃不完，正寻思给你送去呢。这世上居然还有人在等我吃饭。六诊叔叔，你总算来啦！妈妈炖的蘑菇兔肉都热了3回了，我馋得肚子一直叫。你这丫头自己嘴馋还赖人家。快坐吧，阿野，都是你上回送的山兔，我就添了点干货，别嫌粗糙。先别动筷子，接着。这是刘姐，你干啥？咱们山里的规矩你又不是不晓得，除夕夜每个人都得收一个红包，讨的是岁岁平安。我知道，收了的人来年福寿安康。没有收的会被山里的大虫叼走，送给山神爷当零嘴儿。六指叔叔，你快拿着。刘姐，你们孤儿寡母的，这钱……谁跟你说里头有多少钱了？2分钱压的，图个吉利。你一个人住在后山那个四面漏风的破洞里，连个递红包的人都没有。山神爷要是真来叼人，头一个就叼你这傻子。在那个家里待了26年，没有任何人给我封过一个红包，甚至连20块都要收走。只有刘姐真心对我。收到了。叔叔新年快乐！妈说了，拿了红包的人要说一句最想要的东西。我想让你跟你妈住上不漏雨的房子。净说大话，先把自己顾好再说。阿野，村口都传遍了，你哥列队挣了1万多，当着全村人的面只甩给你20块，你心里有气就说出来，别什么都往肚子里吞，人不是铁打的。刘姐，我打算……刘姐，别收拾了，穿上厚衣裳，带丫丫跟我去个地方。去哪儿呀？是不是掏欢子洞？大半夜的，外头风像刀子一样。阿野，咱们要去哪里？去了你就知道了。这事儿，我只信你。阿野，陆华，你顾着自己，我踩的实。踩着我的脚印儿，这样好走。妈妈快看，好威风的枪！这是郑伯的宝贝啊！还有这些钢夹，这得花多少冤枉钱？阿野，你疯了！林虎今年赚了1万，却只分我20，但他不知道我私下帮药农采药，偷偷攒了80块的家底，50块买了这些钢夹，又找郑伯买了这把带正的枪。你为了攒这些，连病了都舍不得抓一副药，你图啥？图以后你和丫丫的屋顶不再漏雨，图这村里再也没人敢拿正眼瞧不起咱们。我明天就扯旗子，单干。老二，你个瘪犊子，听见没？我在。长出息了。听说你一抹嘴钻了柳素云那破储屋，咋的？想去给人当便宜爹呀？林虎，你嘴巴放干净点儿。敢跟老子顶嘴，没老子赏饭，你这残废早死绝了。明天去镇上铁匠铺，把列队那些生锈的烂夹子全都修一遍，听见没？连我这5块活命钱都要抢走吗？
六指叔叔，你这手跟我家老母鸡的爪子似的，多长了一根。老母鸡多长一根指头，刨虫子可厉害了。你是不是也比别人厉害？这孩子嘴上没把门的，你别介意。丫丫，你不嫌膈应？十里八村的人见了这手，都把我叫做怪物。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六大顺。我们老师说6是顶好的数，叔叔你这是福气手。前几天看你手背上全是冻伤的口子，这个保暖，你套上看看合不合适。刘姐，你专门给这根直指留了位置。手是用来干活的，又不是用来遮的。这个你打猎时不耽误事儿。20年了，头一回有人觉得这根指头该露出来，不是藏起来。好看，叔叔你现在像供销社年画上打猎的英雄。阿野，刚才电话里你哥那些话我都听见了，他连你最后的钱都要刮走，你往后打算咋办？初三，林虎的猎队照例进山，我也去，但不和他们一路。我准备去黑瞎子沟。黑瞎子沟，那片林子连资历最老的郑伯都不敢单独进去。我这只手摸得出雪底下兔子窝的深浅，听得见3里外獐子采枯枝的动静。郑伯说过，这不是毛病，是老天爷给的本钱。以前我不信，现在我得拿着本钱给自己挣条活路。大半夜窝在这破棚子里，跟野狗似的。走，回家换身利索衣裳，今儿跟我挨家拜年。我这身就行。行个屁！你穿成叫花子站我旁边，人家还以为林虎连亲弟弟都养不起，给老子换！看见没？这叫底气，全县头一个万元户。虎哥今年算是发大财了，这车得150吧，还得要工业券，真牛！这兄弟俩一个天一个地，要不是多亏了虎子仁义，不然哪有这怪胎的活路？去，给我称半斤瓜子儿，剩下的算你今年的辛苦钱，买包蛤蟆骨巴抽去。咋嫌少？你那废手能干啥？老子赏你饭，你就得跪着吃。林虎，有人有你这样编排人的吗？把钱给收回去。真是晦气，寡妇碰过的钱，老子都嫌骚。这钱就当我赏你们的，狗东西！别忘了过2天进山打孙老板要的鹿茸和野猪。哼！刘姐，都怪我。先回家，有好东西。刘姐，你不该护我，他以后肯定会想尽办法为难你。他卡他的，饿不死活人。这子弹你哪来的钱？丫丫在后山挖的几筐防风，我托人带到镇上换的，快拿着。太贵重了，我不能。黑瞎子沟的熊王这2天就要下山了，你这只手是用来端枪打活物的，不是用来捡地上那2毛钱的。刘姐，这个村子只有你对我最好，你放心，这次进山，就算死我也要把名头打响。你一定要等我回来。六指叔叔，这是我专门编的红绳，带着它上的老虎就不敢咬你。叔叔回来给你带山里的松糖。枪托搁肩窝里，别硌着自己。大早上的好啥好？老林叔，你家老二天不亮就一个人往黑瞎子沟去了。黑瞎子沟一个人去那儿和送死有什么区别？他不要命了？反正我亲眼看见他从后山猎棚方向出来的，装备齐全的很，哪像过头一回单干的。胡子，你给老子起来！爹，大清早的嚎什么？今儿初3我还没睡醒呢。你弟，
老二一个人进山了，带着枪，单干去了。什么？他那破枪能干什么？而且不是说要跟着我的队伍一起进山吗？我哪知道？你快去山道看看。我去拦他。你说老二这是真胆干啊！就他那副六指怪手，不就是扛东西？现在没他哥带着，估计进山连个兔子都找不到，还单干。就是那老洋炮老郑用了几10年，不炸膛就谢天谢地了。他8、3天之内得灰溜溜的回来求他哥。不会是嫌他哥年底1万只分了他20，咽不下这口气才想单飞吧？年轻人不知天高地厚。林野，你他妈给我站住！你给我解释清楚，你想干什么？哥，看不明白吗？我要自己单干，让开！让个屁！我是列队队长，整个康山屯的林子是生产队包给我的，你一个没证的黑户带枪进山就是投机倒把，赶紧滚回去！就你那怪手不跟我们一起进山，就是给虾熊送点心，赶紧把枪撂下吧！不用你们这群人操心，该带的装备我一样不少。你觉得没了我，你们列队能打倒什么？一样不少，你哪里来的钱买装备？就凭我赏你那20块钱？别逗了！林虎，你这样做不就是怕我死在山里？生产队问责撤销你的承包权？知道就好，不滚现在就分家，没了我倒要看看你能活多久！嚯，这是要闹到分家？不过林野这个被他哥养着的废物肯定不答应。好啊，我们分家。从今往后，我林野的荣辱和你整个林家没有1毛钱的关系。什么？你拿什么分？我才是林家的儿子。我知道了，你闹这一出就是想逼我多给你几块钱。我什么都不要，你写一张条子，白纸黑字写明林野自愿脱离列队，自负生匪。往后你打你的猎，我走我的山，谁也别拦谁。行，你要条子，老子给你写。大强，去带小点4张纸来。我林野自愿退出列队，今后一切收支死活与林虎及列队无关，够不够？既然你想死，我就不拦着你了。等等，你还想干什么？不会是后悔了吧？好家伙，连血手印都摁了！林野这是铁了心要分家呀！靠山屯规矩，只有按了血手印才算真的分家，以后生死各安天命。狗杂碎，你一定会后悔的！老子倒要看看你一条瘸腿的野狗能跑多远！虎哥，这咋整啊？老二真背着洋炮单飞了，把咱全给晾这儿了。他妈的，林野这小兔崽子翅膀硬了，把老子给耍了！那咱们今天还进山不？往常寻摸野兽脚印找兽路，可都是林野干的呀！怕个鸟！他林野算个什么东西？真以为自己长只怪手就是山神爷附体了？现在没了他个累赘，老子带你们干票更大的！是，虎哥说的对，反正你开工钱，只要年底有肉吃有钱拿，跟谁干不是干？赶紧去拿火药和干粮，别磨蹭！虎子，你个混小子，给我站住！爸，你又干嘛？我都说了我要带队进山，没空跟你扯淡。傻孩子，你气昏头了吧？看看你腿上，连老狗皮护膝都不带，备用的火药桶也不拿，进深山老林子，想把腿冻断在里头啊？爸，还是你心疼我。林野那个狗日的白眼狼，平时吃咱家的喝咱家的，现在翅膀硬了，连分家的事都做得出来。爸，你放心，黑瞎子沟可是有去无回，就他那杆破枪，连只大点的野猪都对付不了。等他在山里冻个半死，空着手回来求我们，我非让他当着全村人的面跪给您磕头认错。哈哈哈，对，让这小畜生跪下认错。先不说这丧气话了，你今天进山有把握吗？爹，你放心，县里的孙老板可是已经付了大几千的野味定金，我全派人置办行售了，今天咱们一定能交上差。什么？这可是整整5000，要是没打上猎物，孙老板一定会弄死咱们的。怕啥？大强，抄家伙，咱们走，我跟你们一起进山。爸，你都有好多年没进过深山了，这零下30度的天，我怕你。我当年在山里，谁不称我一句山大王？山道我熟得很。他林野就一个怪台，论眼力论火力还能输给他？是啊，虎哥，这片白山黑水，你爸闭着眼睛都能摸透，有他在，肯定出不了岔子。对呀，爸，姜还是老的烙，有您这老把式压阵，今天咱非得把那个狗杂碎的脸打肿不可。都跟我走，今天风向刮西北，雪刚停，这叫走风漏气。大型兽群肯定不在迎风坡，都躲在背风的夹皮沟里。爸，我们都听你的，你说往哪儿走？他林野不是想去黑瞎子沟捞大货吗？咱们先他一步，我带你们抄近道。黑瞎子沟这片老林子我熟，当年我可是带人在这儿一枪崩过一头300斤的大野猪。爸，真有那么大的野猪？哼，
那还能有假？当年全村吃了3天杀猪菜，就得这么干。今天咱爷俩联手，非把这黑匣子沟里的好货全给包圆了不可。老二那个土鳖，离了咱家就等着饿死在山里吧。今儿个老子就教教他什么叫真本事。顺着这道山梁往风口走，都把眼睛给我放亮了。林家这回可是动真格的了，老头子连压箱底的本事都掏出来了，摆明了要给林虎长脸。林野那小子也是作死，放着家里的安生日子不过，非要出去逞降。他以为深山老林是他家后院啊？咱打个赌，1斤地瓜烧，我赌林虎今天高低得弄回几张大皮子，林野连根野鸡毛都碰到。1斤太少，我再加2斤。那6只怪要是能打到东西，我把名字倒过来写，大家就等着看他怎么在全村人面前磕头赔罪吧。爸，都在这雪窝子里趟了4个小时了，到底到了没啊？嘘，快了，翻过前面那个山包子就是。你过来看看这儿，你看这树皮半人高的地方被蹭得溜光水滑，树根底下的冻土都被翻出来了。野猪们最喜欢待在这种避风的夹皮沟里蹭痒刨食。那可太好了，孙老板那边给咱们开的定金，点名要的就是大野猪。把背篓里那副30斤的大钢夹子拿出来，顺着那条偏东南的兽道下在落叶坑里。好嘞，看我的！我已经闻到那股子腥臊味了。这片地盘的主人少说也是头200斤起步的野猪。虎子，端好你的枪，咱们去高地赌。遵命。大强，你拿棒子把猎物往陷阱方向赶，咱们给他来个瓮中捉鳖。停！夹子响了，准备收货。爸，咱们打到了。这是啥？不可能！我记得很清楚，这片夹皮沟里绝对有一头300斤往上的大野猪。大强，你说是不是你敲树动静太大了，把他惊着了？林叔，这哪能怪我呀？我就是按老规矩拿棒子赶样敲树干而已。这猪成精了，用烂木头把夹子砸了，自己跑了。爸，咱在这雪窝子里趟了小半天，手指都快冻掉了，这咋是个空套子啊？孙老板那边的定金可咋整？你急个屁！打猎哪有百发百中的？换个山头再下套，咱爷俩还能让尿憋死？停，就在这儿。你们看这片地势背风向阳，底下全是野核桃林和落叶坑，前面那个石窝子肯定藏着熊瞎子。熊瞎子好啊，熊皮和熊胆可是稀罕货。不过爹，这是黑熊还是棕熊啊？都有，不管是黑的还是棕的，只要拿下这一个，别说孙老板的违约金，咱今年一整条都吃穿不愁了。快下套子吧，等把熊瞎子扛回去，我看林野这个6根手指废物还有什么狂的资本？别毛躁，大强，去那块大青石后面把带血的猪下手挂高点。好嘞，林叔，我这就去。虎子，你跟我去上风口，这次咱们不用夹子，下最狠的千斤吊挂套。你端稳了枪，这次必须成功。是，今天不弄死个大货，我林虎的名字倒着写。打到了，一定是个货王！哈哈哈哈！林野，你拿什么跟我争？这绝对是头1000斤重的大货！爸，你这1000斤吊怪套太神了！哈哈哈哈！想当年你爸在这黑瞎子沟一下草子，那大野猪、熊瞎子多得要用牛车往山外拉。走，掏刀子放血！哈哈哈哈！活见鬼了！肉呢？咋套了个烂树根？老天爷呀，这熊瞎子成精了！他是故意把这烂树根推过来砸了套子，还白吃了咱们的肉饵。放屁！老子明明听见他叫唤了，刚才他就在跟前儿，肯定是这钢丝冻脆崩了扣，让那家伙硬挣脱了。爸，你没事吧？喘不匀气儿，这风太毒，刀子似的往肺管子里扎，老了，真他娘的老了！哎呦喂，我的亲爹，你别吓我！大强，别傻愣着，拿水。虎子，我问你句话，你这几年带队，我传你的那些摸排兽道、看风口的绝活，你全用到狗身上去了？打猎还要啥技巧？
不就是带几条好狗，找个地儿下夹子，或者端着枪乱崩吗？运气好，自然就碰上了。去年冬天你们队打的紫丢大马路在县里卖了多大价钱，全村谁不知道？你现在跟我说你就是端枪乱崩，那都是老二打的啊！我进山也就是跟着耍耍威风。我看林爷打猎很简单啊，他就是拿他那只六指怪手在地上树皮上摸一摸，说往哪儿走就往哪儿走，一挖坑下套，猎物准上钩。我哪知道里面还有啥门道？你说啥？全是他找的？是啊，我就只管最后开枪补刀就行了。胡说八道！你当山神爷是你家亲戚啊？打猎要是没技巧，别人怎么打不着紫貂？大强，你凭良心讲，林野寻兽道是不是全靠他那只手？林叔应该有吧，不过虎哥确实不懂，平时在山里都是二哥用他那只6根手指的左手摸地探路，只要他手一贴地，连10里外的野兽动静都能摸准。俺们猎队全听他指挥的。你的意思是，林野那个天生怪胎，这5年是他在养着猎队？不可能，他一个人能上天啊！这山里的畜生精着呢，离了咱这几条好狗和老子手里的双管枪，他连个屁都吃不上。爸，你别自吓自己，他今天绝对没命走出这片林子，咱们走着瞧。看来他们也进山了。既然你们想比，我一定要拼尽全力。打猎最忌讳乱开枪，乱下捕兽夹，只有找到正确的兽道，才有打到的可能。找到了，西北角大概1里地外的山坳子，那儿有一群山鸡在扑棱，还有几只大角鹿在跑雪，个头都不小。林子里的货是等来的，不是抢来的，越是大货就越不能急。你动静太大，老林子里的山神爷会觉得你是个冒失鬼，一眨眼就把货给藏严实了。郑伯说的果然不错，只要足够细心，再配上能窥探猎物的6指，就能找到猎物真正的聚集地。这是我用自己调配的独门引子，一包下去，不仅能让这方圆几里的畜生闻着味儿挪不动腿，还可以引来真正值钱的大货。而山里的熊瞎子野猪才最挑食，一个人打猎猎的是心眼儿，饵要是给足了，猎物吃饱就撤，得一点一点的刨，饿着他们又缠着他们，让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卸下防备。等他们彻底觉得这儿风水宝地，埋头抢食的时候，就是开枪见血的时候。大火终于来了。山里的规矩，响枪就惊了魂。鹿群还在警觉，不急，再等等。这老洋炮的动静太大，枪管一响，受伤的野兽发出的惨叫和血腥味会瞬间把危险信号传遍整片林子。要打就得打那头领头的草上飞，把它放倒了，这一冬天的猎物才算有着落。打猎其实就是熬鹰，看谁先憋不住气。老洋炮这种单打一，没给你开第2枪的机会。鹿群再肥，没那头鹿王压衬也是白搭。得等鹿群彻底把这儿当成了安全地，等他把脖子跟最嫩肉亮出来，等他觉得这是极乐窝。这一枪是给林家那群看不起我的人听的。6指怪手，那是山神爷赏的饭碗。鹿王，借你这身皮肉，换我林野一个前程。倒了，干脆利落，这身瓶起码200多斤。枪声是黑瞎子沟最里面的内围，大过年的，谁大半夜在那边开枪？虎哥，那个位置好像这动静，怕不是真正打着压山的大货了吧？放平那个长着6根手指的怪胎！走，大强，给我摸过去看看。他林野一个残废，就算瞎猫碰上死耗子打上了，这么大的血他也运不下来。这深山老林的，又没外人，这到嘴的肥肉最后算谁的？那还不一定呢。第1枪成了，接下来该让这片林子知道谁才是真正的山主人了。爸，这都3天了，除了2只冻得皮包骨的野鸡，咱连个刨都没摸着，你让我咋跟孙老总交代？真是奇了怪了，这山里的畜生都钻地缝里去了，
往年这片红森林明明是野猪开路、山鹿成群的，你不是说你闭着眼都能摸到兽窝吗？还说那些陷阱百发百中吗？现在货呢？这能怪我吗？都多少年没进深山了，这林子变了，兽道挪位了，那些老窝点早空了。就算变了地儿，你的打猎本事总没丢吧？这几天咱们下了不下50个夹子，开了20几枪，枪枪打空。肯定是林野那小子临走前在咱的火药和兽夹上动了手脚。虎哥，咱带来的干粮和火药都不多了，再往深里走，怕是连回家的力气都没了。就带这么点烂野鸡回去，还不得被村里的人笑话死？儿子，先回村歇歇。这次进山太仓促，咱这几把土炮准头不行，我连调配诱饵的草药都没带够，咋压住这山里的血腥味儿？你真以为打大货跟打麻雀一样容易？可孙老板过2天就要来收货了，这可是1万块的大单子啊！放心。回去准备齐全了再进山，一定来得及。肯定是林野那扫把星克咱们，等老子缓过劲儿来，一定要那小子好看。大清早的，那帮人在那瞎起哄啥呢？虎哥，你看那不是林野那小子的破雪橇吗？他也下山了。怎么可能？哟，这不是咱家那个6指大拿吗？看着满头大汗的，咋的？在山里冻了几天，拉了一捆柴火回来取暖啊？哼！虎哥，估计是连耗子洞都没掏着，回来求咱分他2只野鸡过年吧。林野，就你也配回村子？没了我，你死在山里都没人收尸。这些年该还的我都还了，从来不欠你们。你个畜生！你哥养你这么大，你就这么报答我们？离了老子，你连山门都摸不着，是吗？那我想问问，去年进山净赚1万块，只分我20块，你这是吃我血汗钱？有种当时不放屁，现在敢叫板？你雪橇里要是有像样货，我当场管你叫爹。好啊。这怎么可能？我的天爷啊！黑匣子沟里的鹿王，活见鬼了！多少年没人碰过了？就凭你手里那把哑炮，怎么可能放倒这种大货？谁都别碰！这成色，这身量，2斤鹿茸天价，整头没几百块，想都别想。林野这货我要了。这下你总该跑得可真快。乡亲们，这陆晨有帮忙抬进公社收货点放血的吗？每人给10元辛苦费，只要5个壮劳力。我来，算我一个。野子，我就知道你有这能耐，我来帮你。林野，你给老子等着！这深山老林的生意，你吃得下，也得看你有没有命咽。小李，赶紧骑3轮去合作社把冰块拉过来，带上最好的油布，还有立刻马上把保险柜里的现金全带上。哎呦，老钱，你一个人吃不下这么大个的货吧？分我一半。县城饭店正急需好野味，这鹿肉和鹿血我要了，我出双倍价，鹿肉1块2一斤，只要最好的肋排和后腿。去，凡事有个先来后到，这可是黑匣子沟的鹿王，浑身是宝，谁都别跟我抢。我的老天爷，这带血的鲜鹿茸加上200多斤的好肉，怎么着也得值个300块钱吧？300块，咱村壮劳碌干2年的工分了。野子这一趟可是发大财了。而且你们看，野子可是一个人一把破洋枪进的内围，连条猎犬都没带。这6只还真是老天爷赏饭吃啊，太神了！哇，完了！你忘了咱们过年前接了县里孙老板那桌野味宴的单子了吗？后天就得交货，点名要2只大货压桌，咱们现在连个袍子毛都没摸着。要是交不上货咋办？那孙老板可是道上混过的，咱们得按规矩赔10倍的违约金，得快10万，咱家那2家瓦坊卖了都填不上这个窟窿。这能怪我吗？谁知道这林子里的畜生都学精了。爸，等一下，对面不就有现成的大货吗？那半拉鹿身子足够咱们交差了。你是说，咱们去买林野的鹿，他能卖给咱？他刚才连你的话都敢顶，买什么买？咱家哪有钱买？我的意思是去拿，反正咱们没分家钱，列队打的东西都是一起过账的。就说这趟是合伙进山的，有什么不行？这全村人都看着呢，我拉不下这老脸开口，我不去。你不去？难道我去？你打断骨头连着筋，他应该不会眼看着咱们背上10万的违约金。哟，大山叔、林虎，你们这号称黑匣子沟第1列队的，这趟肯定也拉回来不少好货吧？赶紧拿出来让大伙开开眼啊！我们那是。爷子，你先别跟钱老板定死，你过来，爸有件正经事儿得给你捎叨捎叨。大山同志，
有什么话当着全村人的面你就在这儿直说吧。那爸就当着大伙儿的面说了，你哥过年前接了县里孙老板的野味宴单子，催得紧，后天就得交货。你这头鹿少说200大几十斤，能不能卸下半边，留个100来斤给你哥交差？哟，大山叔，你跟林虎进山好几天，不会连个填牙缝的野猪都没打着吧？刚才我可是去瞅过你们的破雪橇了，别说半扇鹿肉，就是100斤的野猪影子都没有，就挂着2只冻得梆硬的破野鸡。你放屁！少在那嚼舌根！谁说我没打着？我那是没遇上好时机。那你咋好意思舔着脸要拿野子拿命拼回来的鹿去交差啊？野子打断骨头连着筋，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这可是关乎你哥能不能过关的大事儿。你就说这半扇鹿肉，你给不给吧？爸，不是我不给，是林虎去年靠着我这只怪手找兽道，列队大丰收，净赚了1万块的巨款。可年底分红，他只甩给我20块钱。你又翻着旧账，没完没了了是吧？你逢人就倒苦水，有没有意思啊？没意思。好，那咱今天就掰扯个明白。我一年冒着大雪进黑瞎子沟深处踩点探路200趟，哪次不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？林虎呢？拢共进山10趟，全他妈在安全区外围睡大觉。那是老子统筹全局，你不过就是个下死力气的。你说我只是个长着6根手指的残废，说我只是去林子里瞎转悠带个路下几个套子，没啥技术含量。我就想问问在场的各位叔伯兄弟，这黑瞎子沟的内围找风向变兽矢听地脉不绝杀的陷阱，打猎这活到底需不需要技术？肯定需要啊，那娘的可是拿命搏出来的真本事。既然是拿命换的本事，那为什么1万块的血汗钱只分给我20元？这是你哥，他是队长，他计划的。他计划的好一个他计划的！今天我也计划。这头鹿哪怕是烂在这里，为了山里的野狗，我也绝不会给你们哪怕1根鹿毛。野子，算爸求你了，这鹿这么大，给你哥留下100斤，你也没啥损失。该多少钱，咱家砸锅卖铁补给你还不成吗？这头鹿我已经卖给钱老板了，定金都收了。做山货买卖讲究的是个信义，我不能违规。没错，这整头雄鹿我全包了，1两肉1滴血都姓钱。谁要是敢横插一杠子，那就是跟我钱某人过不去。定金算个屁！只要你林爷点个头，挪出100斤鹿肉，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儿？再怎么说，咱也是亲兄弟，你就当救救你哥的命，帮个忙不行吗？帮忙？去年分红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说咱们是亲兄弟？弟，今年挣了1万块，但这林场承包费我缴的。洋炮我买的，你就动动那6个指头，摸摸地，撒撒套子，没啥技术含量，给你20块钱，不少了。这些话都是你说的，难不成现在都忘了？你们看，他是怪物！林爷，你这样怪物，我们家给你20块已经不少了。像你这样吓人的畜生，还有什么资格跟我们谈？怪物，6只怪物，大山里的妖怪出来喽！看看，现在整个村子里的人都知道你是怪物，说你2句怎么了？你哥以前给你口饭吃就不错了，别在这给脸不要脸。林爷，没想到你城府这么深，去年我说的话，你居然一字不差的记在心里。你是憋着坏水等今天的吧？我记着，是为了时刻提醒自己，我在这个家里从来都不是个人，因为你们从来没把我当人看过。我忍着这只手的羞辱，在雪地里趴着的时候，你们在热炕头上吃肉。现在，你们凭什么觉得我会救一条毒蛇？林爷，我再问你一遍，这鹿肉你到底给不给？这鹿是我凭本事在黑瞎子沟深处猎来的，猎枪是我的，陷阱是我布的。我就想问问，你有哪门子的老脸让我留肉给林虎？你这个白眼狼，算你狠！我林大山在黑瞎子沟光明磊落了一辈子，没想到竟然养了你这么一头没心没肺的狗东西，还不知道是谁没心没肺呢。去年列队净赚了1万块，只分给人家20元，这不纯打发叫花子吗？可不是嘛！平时一家人都嫌弃野子的6指，大过年了，逼得人家净身出户分了家。现在眼红人家一个人进深山打鹿王了，反而拿亲情来要挟抢肉，可真够不要脸的！你们胡说什么？都给我闭嘴！想从林野这狗杂种里硬抢是不可能了，但别人说不定还有机会。钱老板，借一步说话。有啥事就在这直说吧，我还赶着收鹿呢。孙老板那边催得太紧，我实在没办法。钱老板，我能不能从你手里买100斤鹿肉过去？我按市价给你加10%，咋样？可以啊，不过现在这极品野味可是有价无市，行情疯涨，
你要买得加30%。啥加30%？你这不是坐地起价吗？话可不能这么说，这头路整供到省城的大饭店了，我这可是冒着得罪大客户的风险啊！要不是看在咱们十里八乡的面子上，你就是给金条我都不卖。加30%，那咱们交了交，等于还要倒贴好几十块钱，不能这么干啊！行，你们这是早就串通好了，联合起来搞我是吧？都给我等着，多少钱我都不买了，老子自己带队进山。就不信这偌大的黑瞎子沟，还打不到几头畜生交差。哎，来，大把手，准备蟹肉。上秤的时候注意点，别划伤了皮子。这带绒的鹿皮成色可是最顶级的，掉了毛就不值钱了。哎呦，野子兄弟，这刀法真利索。哎，小李，快拿干净的油布垫着。我来。真是养了头喂不熟的白眼狼！我说也说了，低三下四也求了，那瘪犊子是铁了心，既不给咱们留一块肉，也不肯看在一家人的份上卖给咱们。爸，你真当着全村人的面去求他了？关键是低头了也没用，那畜生现在是一点人情味都不讲。打谷场上那么多乡亲们眼巴巴看着，狗日的林野，平日里看着三棍子打不出个屁来，没想到心思这么绝。刚才在打谷场，我也拉下脸去磨钱老板了，你们猜怎么着？他一口咬死要加价30%，咱们本来就在城里孙老板那儿签了死期的保供合同，要是拿这个价去收钱老板的肉交差，不但1分钱挣不到，咱们还得倒贴20%的血汗钱。不行，绝对不行！姓钱的就是看咱们被架在火上烤，故意坐地起价。虎子，那保供合同可是拿咱家承包山林的红本抵押的，要是交不上货，违约金能把咱家这老房子都赔进去，我肯定不能让那姓钱的得逞。我决定了，今晚就清点猎枪和兽夹，明天一早咱们自己带队进深山，别人的二手货咱们还不要了，咱们自己打。虎子，你确定能行？没那个六指在前面寻摸兽道，咱们猎队这几天可是一直在山里瞎转悠啊。不行也得行，不进山拿什么去填孙老板那要命的违约金？你有其他办法把抵押出去的承包权赎回来吗？办法是没有，但是什么？老邓刚才跑来给我报信儿，说公社大喇叭里播了气象局的广报，看着云层，过2天深山里怕是要起大暴雪，咱们不能在这时候往老林子里钻，会出人命的。他妈的，正好！你疯了？正好，爹，正好啊！你没听过老猎虎们传下来的那句话吗？风雪越大，山货越贵。大烟豹一来，山里的大畜生都找不着食儿，全得瞎撞。只要咱们下重饵，一准能套着大家伙。这就叫富贵险中求。理是这个理，但那可是大暴雪啊！一旦迷了路，那就是9死1生的风险啊！可你甘心一辈子被我这个残废弟弟踩在脚底下？他林野天生生了个6指，在村里那就是个怪胎。我才是咱们林家全头全尾、名正言顺的唯一血脉。儿子说的对，咱们这次要是退缩了、认栽了，承包权被收走，咱们全家在黑哈子沟就彻底待不下去了，连祖宗的脸都丢光了，你明不明白？明天这一趟进山，你爹我会拿出这辈子所有的打猎经验，帮你把违约金和丢掉的面子连本带利全挣回来。行，爸，咱们爷俩干票大的，让他林野看看谁才是黑瞎子沟真正的猎王。刘姐，在家吗？丫丫，慢点跑，别撞着火炉子。哎，快进屋暖和，我做了几个菜。好，听你的。这野兔是刚才顺手套的，肉嫩，你和丫丫都爱吃。你这手艺，山里的活物都怕了你了。成，正好缺个烧野兔，我这就去灶房加把火，你先陪丫丫玩会儿。丫丫，看看叔给你带啥了。哇，新书包，还有带自动钢笔的铁皮文具盒，全套的本子，太喜欢了，谢谢林叔。喜欢就好好使，以后叔供你上学。林叔，你打的山货比供销社买的腊肉还香。香就多吃点儿，把身体养壮实了。刘姐，这是你前阵子看我落境，背着全村人借我的钱，我林也记得你的恩，现在我有钱了，一定要好好回报你。知道你现在成猎神了，但我给你买子弹只花了10块，我也就只拿这么多，让我多拿我可要生气了。我的钱早晚都归你管。说什么呢？姐，
这趟进山，我把鹿茸和那身皮子卖给钱老板，我净赚了500块钱。500，这在咱黑瞎子沟顶得上别人干3年的了。我打算先把村头那块荒地包下来，把那破草屋推了，盖一院全村最亮堂的大砖房，然后咋样？嘿嘿，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我还得先保个密。你这木头疙瘩，还跟姐耍起心眼来了。我操，真他妈重死了！我这腰都快断了。哎，虎子，这大半夜的你弄回来什么玩意儿？一股子腥臭刺鼻的气味，要把人熏死啊！你懂个屁！这都是救命的宝贝，天坠重型钢丝套、强效釉化药，还有这个全县都寻不着几个的2手布画机，拢共花了老子1000多块钱。有了这些绝活家伙，还怕在那帮收货商面前抬不起头？1000多，虎子你疯了吧？那可是咱家翻身的救命钱，全买这些铁疙瘩了。妇人之见，这是长期投资，只要能把深山里那头首山虎套住，这1000块钱算个球。以后整座黑山都是咱们的提款衣。那这黑乎乎的一团又是什么？这跟烂泥似的，臭的招苍蝇。这是秘制窝料，我托省城的老关系连夜弄来的，鲜血粉加了腐肉内脏发酵。老林子里的畜生闻见这味儿，魂儿都能被勾过来。爹，装备全齐了，这趟咱们绝对不会空手而回了吧？上次那是没准备好。就你懂。你看看你们这几天补了多少东西，再看看那个6指林野，人家大马路都卖了2800了。我在打谷场，我这张脸都被你们丢到姥姥家去了。你再给我多说一句！行了，你们刚回来，别吵吵了。虎子，歇一会儿吧，明早直接进山。没时间休息了，这趟回来还要赶上给孙老板的头一批货。要是晚了1天，违约金能把咱们活吞了。可我听气象局说极大风险。放心吧，等那烟炮刮到咱们这儿的时候，咱们早带着猎户回来了。那时候全县都没新鲜山货，咱们手里的就是稀缺品，10元1斤都有人抢着要。对，就得赶在风雪封山前捞一票，雪越大，山货越贵。大强呢？不是让他提前过来帮着整理陷阱和火药吗？大强，大强！大强还没来呢，我这就在院里给他打个电话。大强，你咋还没到呢？全家都等你了。虎子，对不起啊，我突然心口疼得厉害，实在是动不了窝了。这趟大暴雪进山，我是真出不了了。什么？你他妈这时候掉链子？大强这个老王八，连你也敢在这节骨眼上坑我？虎子，要不我再给他打过去，跟他说分他3成。4成。大强，你听着，这趟回来山货的钱咱们2个5分，我再私人给你加100块钱。虎子，这不是钱的事儿，保重吧。他肯定是怕了山里的大暴雪了。胆小鬼，一辈子当穷光蛋的命，以后就是跪着求我也不带他进山。在猎队里啥正经活不干，就知道浑水摸鱼占便宜。那现在咋办啊？这风越刮越邪乎，临时上哪儿再找个懂行的老猎手啊？甭找了，那个6指头的残废一个人就能弄回来200斤的大马路，咱们爷俩2个大男人还对付不了1头畜生。虎子，你确定啊？大强不在，咱们连个望风的后手都没有，万一呀……爸，都到这个份上了，咱们还有退路吗？孙老板的钱还不上，他能把咱们的皮都扒了。爸，辛苦你了，让你这么大年纪还要跟着我顶着风雪去玩命。别说这些屁话，你是我亲大儿，说白了，我这把老骨头这辈子就是为你打拼的，有啥辛苦不辛苦的？来，赶紧收拾家伙，趁天亮前摸进山。好，爹，咱们这就出发。野子，我刚起夜，看到你哥和你爸背着家伙事往山里去了。他们进山打猎，咋了？咋了？你没听昨晚公社大喇叭喊吗？气象局说今明2天山里有大烟炮，能把路都封死。他们这是在跟你赌气呢。大雪封山的事人人都知道啊，他们现在去就是疯了。野子，再怎么说，那也是你亲哥亲爹，是一家人啊。这大烟炮下来是要出人命的。王哥，你还有别的事儿吗？哎，你这孩子。
也好，就当最后一次，我还了你们林家当年救我的恩情。爹，咱们走了快半天了，到地方了吗？别急，看这风向，畜生都得往这山坳里躲。你往东边那片石崖下走，那儿有个避风的土坎，是野兽必经的路。有了，看这蹄印的深浅，是头大家伙，就在前面那片林子里，离咱们不到100米。快，爹，咱把脚步放轻了，绕过去，别惊了那畜生。爹，你动静小点，去把强效钢丝套拿过来。这玩意儿老腥味重，血腥气扩散得快，黑瞎子闻到这个味儿，会以为这里有刚死的野味，马上就会被勾过来。爹，怎么没反应？嘘，畜生不是傻子，闻到味儿也得先探探风声。山林子深，光靠眼睛看不清楚，得等。来了，你看那边的灌木丛，正是有东西过来了。爹，还得是您啊！少废话，去做好准备，等他一进圈套就收网。套住了，快拉紧钢丝，别让他跑了！有货，这出子劲儿真他娘的大！网不，钢丝绳在抖啊！快把绳子另一头绕到那棵老松树上，用绞盘锁死它。好嘞，好嘞！中了，中了，中了！爹，我们逮住这大家伙了！我就说嘛，咱们这套从省城搞来的家伙，还怕治不了一个畜生？爹，你看这标，这獠牙少说300斤重，是顶尖的货色啊！赶紧给他放血，捆结实了。这一网不仅能付孙老板的债，甚至能让咱们彻底翻身了。胡子，风头不对，这大暴雪马上就要下来，封山了，咱们得赶紧拖着东西下山。还远着呢，慌什么？越是这种鬼天气，那些躲灾的畜生才越容易扎堆儿。咱们现在手气正旺，就这么回去，你甘心？不回，这趟咱们必须捞个大的。林野，你个6指头的怪物，等老子抬着这头300斤的猪王回去，我让你睁大你的狗眼瞧瞧，谁才是大山里的王！这地方血腥味太重，短时间内不会再有别的大家伙过来了。咱们再往北边那个老崖谷摸摸，那儿更背风，说不定还有别的收获。好。虎子，看斜前方50米，那片林子边缘有不规则的黑斑点，树皮上还有锯齿状的抓痕，那是顶级山货留下的记号。那是啥？爹，是熊瞎子还是大灵猫？底下是老崖谷的背风乱石群，那些斑点很可能是林中雪豹，也就是土话说的爱虎。它的皮毛在南边黑市一张就能卖大价钱。爹，把那袋秘制窝料拿过来。这爱虎不比野猪，那畜生灵得很，得用腥味更重、更毒的饵。这里面是剁碎的野兔内脏、发酵的羊血和强力麻醉药的混合物。爱虎这畜生嘴最刁，最爱这股子钻心的腥味。爸，还得是你啊！不愧是带过列队的老烟炮，这招引军入瓮绝了。哼，你好好学着。爹岁数大了，以后这深山的秘密还得靠你自己去摸。爸，你放心，跟着你跑这一趟，我这1000块钱的装备算是彻底玩明白了。爱虎这种东西喜欢躲在岩缝和老树洞里，窝料得抹在迎风的枯枝上，让腥味顺着风往谷底沉，才能把它这种山错界引出来。明白了，爸。来了，拉紧钢丝，有货，死死拽住了，起网！爹，这是什么怪兽？这是赖皮狼，也叫温班子。爹，这玩意儿值不值钱？值个屁！
这畜生得了严重的疯病，肉酸皮烂，这破皮子连收破烂的都嫌脏，最多也就是剥了皮混在狗肉里卖个几毛钱。那这家伙还要吗？干脆直接一棍子打死扔了，拖着占地方不说，他身上那些烂泥包，万一蹭到咱们那头野猪王身上，几百斤的野猪肉都得发臭变质。难道上一套抓到野猪只是运气？不对，撞上这温班子才是倒了8辈子血霉。爸，这咋回事啊？你不是信誓旦旦的说底下是能卖大价钱的爱虎吗？这光靠看树上的抓痕和脚印判断猎物，再老道的猎手有时候也会走眼。对，这赖皮狼掉光了毛，身形骨架和爱虎太像了，风又大，确实不好判断。等下次，我先悄悄摸近了，看清楚它的粪便和毛色，看准了到底是什么畜生，再下套。行，以后下套就靠你了吧。反正已经套住一头300斤的野猪王，算是保本了。快天黑了，赶紧把钢丝收了，咱们重新找个避风的地方下套。爸，起大暴雪了！这暴雪怎么来得这么快？一点兆头都没有。现在咋办？雪太大了，路都看不清了。这风头刚起，肯定只是一阵疾风。快，把背包里的防风油布拿出来，拉开钉死在那几棵树的树干上，咱们在底下撑一阵。好。爸，小心头顶！腿，我的腿断了！虎子，快把这树橛子挪开，爹要疼死了！搬不动啊，爹，太重了，这他娘的冻上了，根本搬不动！我的野猪王，我的钱，那是我的2000块钱啊！虎子，你疯了！别管那畜生了，快救我！我的血快流干了！不行，爹，你撑住！这猪王要是掉下去，咱们就全完了。孙老板的高利贷拿什么还？我就算死，也要把这钱拉上来。儿子，别管钱了，快跑！什么？快跑！快跑！救命啊！有没有人啊？救命啊！爹，虎子，你人在哪儿啊？爹好冷，爹是不是要交代在这里了？爹，你撑住！我错了，爹，我不该要那头猪了！救命！谁来救救我们？有声音，有人！下面有人！山神爷显灵了，救命恩人，谢谢。林野，竟然是你！你这个怪胎，别傻站着了，爹还埋在底下，你快去救他呀！没有想到我来救他，得到的只有怪胎这句话。你倒是快点啊！再磨蹭爹就冻死了！你是不是盼着他死，好报仇？也好，今天过后我们就恩断义绝。你这个怪胎真是个不孝子，都怪你！闭嘴！再吵，我就把你重新塞回血窟窿里。爹，你没事吧？
叶子，是你啊！这大雪封山的，没想到你竟然一个人摸进老崖谷来救我们。你谢他干什么？他来救我们不是应该的吗？当年可是你把他抱回家，才有他一口饭吃。难道他真能眼睁睁看着咱们死？小点声！要不是你个白眼狼把列队的好运气都带走了，我们这几个月能次次空手。是你断了家里的财路，我才带着爹冒死进这老崖谷禁区。我俩落到今天这步田地，全是你这只怪手刻的。胡子说的对。叶子啊，你大哥也是被逼急了。就算我救了他们的命，他们也只觉得是我应该做的。没想到这两个人竟然这么无耻。既然你们两个没事，那我就先走了。站住！你要是走了，咱们林家才是有大麻烦了。什么麻烦？那头300斤的野猪王没了，要是交不上孙老板的货，他会要来咱们全家的命的。所以，你们的事儿和我没关系。老二，听说你最近跟城里那个钱老板的山海楼签了独家合同，赚了不少钱。你也是老林家的人，孙老板的违约金你得替家里背了，或者你把山海楼的供货渠道交给我。今天救你们，林家对我的恩我已经还了。现在开始，我们再也没有任何瓜葛。可吓死我了！大山胡子，你们总算活着回来了呀！虎子，你们打的猎物呢？那1000块钱买的那些吃饭的家伙呢？吴梅，别翻了，你们家那2把双筒洋枪，还有那些进口的钢丝套子，肯定是全折在老崖谷里了吧？郑老头，你少搁这咒人！看虎子和大山这满身是血的模样，8成是遇上雪塌子，东西全埋在下面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家当丢了事小，人能全头全尾的从老崖谷那种死地里活着出来，就已经是山神爷保佑了。什么山神爷保佑？是我给野子报信说他们不顾死活进了山，要不是凭着野子那只神手把他们刨出来，他俩早冻成冰棍了。虎子，你说话呀！他们说的是不是真的？那300斤野猪王还有咱们的家当真没了？全被雪塌子埋了。别打了！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！老二，你等一下！是啊，野子，你先别急着走啊！你看看现在，老二，你看现在你哥的家当全毁了，重新托人去买一套好点的进口脚炮和猎具，少说也要1000块钱，更别提还有孙老板10万块的违约金，这一下子上哪儿找这么多钱去啊？真要被逼出人命的！所以呢，野子，要不你跟你哥合伙干吧？你手头不是打通了城里山海楼的高价渠道吗？你用你的渠道带着你哥一起进山打猎。对，合伙赚了钱，你们兄弟俩5-5分。有了你的渠道，那上万的违约金很快就能还上了。要是你嫌少，你6，你哥4也行啊。毕竟他也是猎队的把头，有经验。爸，大哥，今天凌晨，在零下30度的老崖谷，我是不是冒着被雪塌子2次活埋的危险，把你们从几米深的冰窟窿里挖出来，救了你们的命？你确实挖的挺快，谁让你有那只怪？我问的是不是我救了你们的命？自然是。那从我把你们挖出来到背着你们走下这几10里的山路，你们对我说过半句谢谢有没有？你这孩子怎么这么轴呢？这打断骨头连着筋的亲兄弟，血浓于水呀！这都是一家人，没必要为了一句谢谢搞得这么生分吧？一家人。分红的时候骂我是怪胎，吃白饭的时候你们怎么不说是一家人？所以从始至终你们没说过一句谢，甚至觉得我救你们是理所应当。现在你们哪来的脸面还要继续吸我的血？不行，林野现在是家里唯一得到活路了，一定不能让他走。叶子，这次是爹糊涂了。爹，谢谢你冒死救了我们。
老二，算我欠你一条命，谢谢你。你到底答不答应把你那城里山海楼的买卖拿出来，让你哥入个股合伙啊？分红那天我什么都没要，1万块钱我只拿了20。今天我将老牙骨将他们2个救出来，已经还了你林家的恩情，我和你们两不相欠。哎呀，野子，你怎么油盐不进呢？这么多年恩情，怎么这么简单就能算清？就是啊，这不是欠不欠的问题，是你哥他用来吃饭的家伙事全折在雪山里了。他那2把双筒洋枪，还有专门买的进口钢丝套子都没了，现在还欠了10万的违约金。你不管他，就是要逼着他去死啊！林虎有没有列举？能不能还得上那10万的违约金，关我什么事儿？他借钱买大件招兵买马去禁区偷猎的时候，分过我1毛钱吗？他伙同外人压我的货，想逼死我的时候，想过给我留活路吗？老二，你别说气话了，你就原谅哥这一次吧。孙老板看不到货，一定会弄死咱们的。咱们兄弟俩一起进山，你的6指能摸着野兽的道，我的枪法好，咱们强强联手，肯定能赚大钱。你配当我哥吗？年底分红，你甩给我20块钱，当着全村的面骂我是残废的时候，你想过你是我哥吗？我今天把话放在这儿，我林野永远不会和你一起打猎。这才是老林子里的狼，有血性。野子，你昨晚一夜没回山上的猎棚，可让大家伙担心死了。素云姐，让你受累担心了。别在这儿冻着了，我一早用大锅给你熬了浓浓的姜汤，里面还卧了2个荷包蛋。走，咱们回山上的猎棚，回家喝点暖暖身子吧。好，回家。今天是雪崩的第2天，表面来看风雪依旧不小，但最多6个小时后，这场寒流就会过去。等天彻底放晴，雪化了再进山就晚了。所以我决定，现在就进山。这一趟对我至关重要。林野这是要干什么？这大雪封山的天气，他不要命了？我看他是想钱想疯了，顶着这种鬼天气进山，这不是找死吗？难不成他真准备帮老林家还那1万的违约金，准备进山赌一把大的？他们肯定都觉得我疯了，但他们不知道的是，雪崩刚过的山林里野兽最饿最荒，他们会从深山老林里环里探寻到踪迹，但这种机会仅限半天，天一踢放晴，他们就会重新躲回密林深处，这才是打猎的黄金时间。叶子，你真要现在进山？必须进山。素云姐，这种机会1年只有几次，我不能错过。那你路上小心，这是我刚烙好的玉米饼子，里面抹了红糖，你揣在怀里，路上饿了就吃，能暖和些。素云姐，谢谢你。你一定要注意安全啊，别逞强，打不着就早点回来。我一定会平安回来的，等我。等我这趟回来，我给你一个惊喜。林野这个白眼狼，竟然真的不管你哥死活。既然你不仁，就别怪我不义。林虎，赶紧给我醒醒！哎呦，你疯了吧？摇什么摇？林野进山了，就在刚才，顶着这么大的风雪，一个人往黑瞎子沟去了。哎，这大雪封山的天儿，他进山，他是想死吧？对呀，死了才好呢。他要是冻死在山里头，咱们就好办了。先别管林野死不死了，现在还能有什么办法？出去收山货啊，皮子、药材、干蘑菇，能收多少就收多少，拿去县里卖了，先把利息堵上。哼，跑了5个屯子，一共才收到几张兔皮、半枚袋干蘑菇，值几个钱？可孙老板要的是整张鹿皮8张，上等熊胆2副，还有100斤风干野猪肉，全是硬通货。你告诉我，上哪儿去收？现在好了，当初你就不该怂恿我签那份合同。就算林野没单干，我也凑不齐那么多好货。你放屁！你自己算好的，说10天之内进山2趟，带上猎队准能打满。是你自己没本事，进了禁猎区还遇上雪塌子，把家当全赔进去了。我现在就起来，去外县销货。现在大雪封山，周边几个屯子全收不着好货，咱们可怎么办啊？那你就这样等着让孙老板来收山林承包权？我刚才不是说了吗？只要林野死在山里头，
他那个生态猎场，他跟城里山海楼签的供货合同，他攒下的那些皮子和肉，按咱们家的规矩，他是你弟弟，没成家没立户，东西全归你这个当哥的，拿这些去抵孙老板的账，绰绰有余。这是老天爷给咱们的机会，这次我林虎一定能赢。看来风烟已经过去了，现在是寒流外围的余风，劲头再往下泄。再过2个时辰，天就该彻底放晴了。这莫非是马路？不，蹄印间距太宽，跑雪的劲儿太猛，是梅花鹿。雪崩把这一片的灌木全推倒了，埋在雪下面的草根和树皮全翻了出来。这种刨食的动静，少说3头往上。东北方大概60丈。梅花鹿比狍子精得多，一有风吹草动就跑没影，硬追是追不上的。饵料不能直接撒在空地上，那样鹿群一眼就能看穿，得把它塞进那些倒木的缝隙里、树根的窟窿里，让味道慢慢往外头渗。大雪封山饿了好几天的鹿，闻着腥味就会凑过来。1个时辰了，差不多都该来了。来了。1、2、3、5头，还真不少。这头4叉公鹿，连皮带骨少说200斤往上，光这副鹿角就是上等货色。5头梅花鹿，2公3母，皮毛都是冬季最厚实的时候。这一趟了不得，但这才是开胃菜。5头梅花鹿拿去山海楼，最多顶1个月的供货。钱老板那边催了3回了，说年关将近，城里的达官贵人就认2样东西：鹿茸和熊掌。鹿茸我有了，可熊掌……这里被叫阎王沟，常年不见天日，谷底积雪不化，是整个黑瞎子沟最凶险的地方。雪崩刚过，山里的大祸最容易现身。平日里缩在深洞不出来的家伙，非得出来透气觅食不可。从这儿到阎王沟，翻2道梁子，大概6、7里山路，谷深少说40、50丈，底下常年阴冷，旁的猎人一辈子都不敢往那儿钻。洞口有新鲜的刨痕和蹭树的毛，说明他就住在谷底。去年我想下去细找，可天色太暗，又没带够绳子，只能作罢。5个狍子够我把猎棚修一修，够素云姐不再为我的开销操心。可要是再拿下那头黑瞎子的一副完整的熊掌，加上熊胆熊皮，拿到山海楼去，钱老板开的价码，少说顶着5头狍子的3倍。今年老天爷把路给我劈开了，雪崩推了半面山，谷口那些挡路的老树全倒了，正好能下去。这是老猎人的规矩，吊起来野狼够不着，冰天雪地冻上1夜也不会坏。天亮之前我得赶到阎王沟，趁黑哈子出洞觅食的时候堵他，错过今晚，等他吃饱了缩回洞里，再想找他就难了。4发子弹打一头400斤的黑瞎子，容错几乎为0，第1枪必须命中要害。素云姐，等我回来，我要带一份谁都拿不走的家底儿回来。阎王沟底窄顶宽，2面全是直上直下的石壁，大货藏在里头，就跟瓮中鳖一样。可反过来说，我也一样，不能像在开阔林子里那样设套子、下夹子、兜圈子。对付这号子大货，套子它能挣断，夹子它能掰开，逼到绝路上，它能把人连骨头嚼碎了吞下去。只有一个法子，黑瞎子鼻子比鹿还灵10倍，风从谷口往里灌，这股腥味顺着沟道往深处走，不出半个时辰就能漫到他洞口。他饿了2天了，闻着味儿非出来不可。脚掌落地面积极大，这是黑瞎子在巡视领地，还没发现我。好大的个头，400斤不止。这驼峰，这肩宽，这爪子500斤往上。没打透，皮太厚了。好大的力气，这畜生挨了2枪还能冲。跟我比，你找错人了。公熊吃口完整，少说8、9岁口，毛色纯黑无杂，皮板厚实的跟牛皮似的，4只掌支支饱满，指缝间的脂肪少说有2指厚。一头黑瞎子
4只熊掌，一副完整熊胆，整张熊皮，加上挂在老松树上的5头梅花鹿。林虎，你列队20号人忙活一冬拿回去的东西，我一个人1条枪6天，全给你包圆了。还剩1发子弹。该回去了。爷子进黑瞎子沟都6、7天了吧？这天寒地冻的，该回来了吧？雪崩天往深山老林里钻，为了争口气，连命都不要了。照平日的脚程，昨晚就该见着人影了，现在连个毛都没瞧见，怕是凶多吉少啊！瞧见没？林虎2口子从大清早就在这站桩。听说林虎上个月为了抢地盘，跟县城孙老板签了死契，结果雇的人不顶用，没按期交够皮毛和野味儿。那违约金得多少？整整10万块。要是交不上，孙老板能把他们2口子扒层皮。你说他们在这等，难道是良心发现，担心亲弟弟的死活？屁！我可听说了，林虎正四处找村长开证明呢。他咬死说野子是列队的原班人马，说进山遇了雪崩，算不可抗力的人命官司，只要证明野子死在山里了，这没交货的违约金就能免了。老天爷，这心也太黑了。可是万一野子全须全找的回来了呢？那林虎的免责条款就不成立，10万块钱1分都少不了。不仅如此，按林虎的算盘，野子要是死了，他那几千块的积蓄，加上手里那些山林份额，不都顺理成章归了他林家的？这都过正午了，太阳都快落山了，连只鸟都没飞出来。就算没被雪埋了，7天没吃没喝，也早冻成冰棍了。他那6根指头的怪手，连个绳结都打不利索，还敢去阎王沟摸大货，死了清静。今天这太阳一落山，就算进入第8天了，8天不出山，神仙也难救。当家的，我就说吧，那怪胎死定了。这下咱们那1万块的违约金不用赔了。等明儿一早，我就带人去把他的裂棚给扒了，把地收回来。嫂子，野子是你亲弟弟，他还没回来，你怎么能咒他死？他答应过我，一定会回来的。哟，刘寡妇，你在这装什么深情呢？他一个连爹妈都不认的白眼狼，死了也是老天爷收他。你等吧，等一块硬邦邦的尸口回来跟你过日子吧。大家伙都散了吧，回家吃饭了，没戏看了。谁说我回不来了？那是什么？黑瞎子，那是黑瞎子的皮！我的娘嘞！他把阎王沟那头黑瞎子给挑了！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他明明是个残废！你可算全须全尾的回来了，7天了，大雪封山，我们都以为你……以为我喂了阎王沟的狼了？呸呸呸！童言不忌，别说这种不吉利的话。回来就好，只要人全乎，比什么都强。野兄弟，这些我都收了，快看看多少钱！咱们这次要发大财了！谁敢抢我的东西？发大财？哼，他发个屁的财！这堆肉，今天谁也带不走。孙老板，您来的正好，这小子是我亲弟弟，他打的东西自然就是我们老林家的东西，刚好拿这批奸货抵我欠您的那1万块违约金。对对对，长兄如父，没分家的时候，这怪头吃穿都靠我们，他的货理应由我们做主。快，大伙儿搭把手，帮孙老板把这些货装车上。嘿嘿。谁敢动一下试试？我们早就分了家，你的死契跟我林爷有半毛钱关系？
小子，骨头挺硬，不过你哥欠我1万，父债子还，兄债弟偿，这是规矩。就算分了家，这笔账我也能算到你头上。5头鹿，现在市价算你8毛1斤，撑死800块。这张熊皮算是个稀罕物，给你借价2000，加起来连零头都不够，你拿什么跟我横？今天这货我不仅要拉走，你那几亩山陵承包权也得乖乖抵给我。作价2000，那可是完整的熊王皮，去省城少说卖5000。孙老板这心太黑了，你个不识好歹的白眼狼！孙老板肯收你的货是给你脸，还不赶紧滚开！孙老板，算盘打得挺精，可惜眼力劲儿差了点。你想拿2000块钱吞我的货，再吞我的山林，做你的春秋大梦？怎么？你还藏了什么值钱的破烂不成？破烂？睁大你们的狗眼看清楚，这是什么？我的亲娘四舅奶奶，那是熊胆，胆如墨玉，光透琥珀。这是黑瞎子沟里几十年才出一次的极品金丝胆啊，且没破一丝苦水，取胆的手法简直是神仙下凡。这颗金丝熊胆重4两8钱，拿到省城的同仁堂，别说1万块，2万块现金也得求着我卖。孙老板，你刚才说你要用多少钱平我的货？不可能，他怎么可能杀得了那头老黑瞎子？他应该烂在阎王沟里才对。闭嘴，别让孙老板听见。你要是被孙老板灭了口，我也活不成了。林野，这颗胆我要了，算你1万块，抵了你哥的债，皮子再给你500。1万块就想买金丝胆，你是拿我当傻子，还是拿村里的老猎户当死人？郑伯，您见多识广，除了黑瞎子的胆，还有啥东西能让县城的公家单位都得低头哈腰的来求货？难道是那玩意儿？看好了！我的妈呀，这是人参娃娃下凡了吧？这得200年不止了吧？这是咱山上的镇山宝贝啊！200年，这是200年的老山参呐，活参，连一根须子都没断。爷子，你这是挖了深山的老祖宗啊！这参多少钱？林业，你开个价。郑伯，您帮我喊一声，县里林业局的陈主任不是一直在寻着救命的药引子吗？就说我林业手里有6品叶的紫灵参，160克重，1克都不少。好，我这就去大队部挂电话。林业局陈主任可是发过话的，这种级别的活参那是国家级的宝贝，收藏价值比天还高。孙老板，160克的200年老山参，按现在的黑市行情，这一株参不仅能漏个那1万烂账，还能买下你手底下所有的猎场，你开得起价吗？林野，这货太烫手，你一个人护不住。我林野能从阎王沟把他们带回来，就能护得住。钱老板，带上你的人，把冷藏车开过来，不开2辆，我有的是大货。今天这靠山屯，谁也别想黑我1分钱。刚才村口那阵仗，我不敢多待，我怕看到你满身是伤，又怕那些人把你生吞活剥了。我说过，阎王爷嫌我多长了1根指头，不肯收我，答应过你要全须全尾的回来，少1根汗毛都不算数。素云，这是我这趟进山，在黑瞎子沟最深处的寒潭边上，拿命换回来的。这是什么？像石头又像骨头，怎么还透着股冷香？这是极品天然马麝香，那头麝獐子成了精，在绝壁上跟我耗了3天3夜。这玩意儿是这片林子里最金贵、最罕见的东西。这太贵重了。我听郑伯说过，这1两麝香就能换县城半套房。野子，你留着，你还得还账，还得盖房子。这东西在药商眼里是金子，在我眼里，它的意义没法用那几个臭钱来衡量。
素云，这20年，全村人都管这只手叫灾星，我也一直觉得它是我的诅咒。可我用这只手打下了金丝胆，挖出了老山参，现在我也想用这只手给你撑起一个家。刘素云，你愿意跟我过一辈子吗？妈，林叔叔，大雪天的，你们俩跪在雪窝子里干啥呀？椰子，你快起来！我毕竟比你大好几岁，还是个拖着个拖油瓶的寡妇。你没结过婚，现在手里又有钱了，想要什么样的黄花大闺女没有？跟我牵扯不清，村里人会戳你脊梁骨的。我不怕别人嚼舌根，素云，我不在乎那些狗屁闲话。以后丫丫就是我林野的亲闺女，我要用这双手给你们娘俩挣出一个好前程。你愿意嫁给我吗？你这个认死理的倔驴，我愿意，我怎么会不愿意？哈哈哈哈！野子，老陈，我今天得好好给你道个喜，告诉你个天大的好消息。您先喝杯茶暖暖身子。你从黑瞎子沟带出来的那株200年6品叶紫灵参，省城同仁堂的供奉老爷子亲自来看了眼，眼珠子都直了，当场就被大老板作为镇店之宝收藏了。你猜多少钱？2万块！这在咱县可是能当上首屈一指的万元户啊！这2万块钱已经给你存进信盒了，这是存折。这2张大团结是你这趟的油钱，你清点清点。陈叔，大恩不言谢，这2万块算是救了我的命。这20块钱现金您拿着，买2条红塔山抽。全到晚辈孝敬您的茶水钱。哎，使不得！你送来的那张极品黑熊皮和马麝香，已经让我超额完成了今年的上缴任务。局长刚给我记了1等功，这些山货就足够我赚前程的了。这钱我绝不能拿。陈叔，其实今天来还有件事儿，这是我和素云的结婚请柬，过几个月办酒席。您是我的贵人，可一定要来村里做主桌啊！哈哈哈哈！好小子，闷声干大事啊！恭喜恭喜！你放心，我一定准时到，给你备个大大的红包。您能来我就很荣幸了。对了，野子，你亲哥林虎的事儿，你听说了吗？我跟他已经分家了，他的烂账我不管。他怎么了？他为了躲孙老板的高利贷，昨晚连夜签了死契。把你们老林家那几百亩山林的承包权全部抵押给村霸孙大志了。我收到风声，孙大志根本不想搞承包，他勾结了矿业公司，推土机都已经开到山脚下了。什么？你爸林大山一听这消息，气得急火攻心，心脏病发作，直接送进县医院抢救了。陈叔，这些事儿我不掺和，他自己做的孽自己扛。哎，那先这样，孙大志要是敢拿山林找你的麻烦，你有任何需要，随时来局里找我联系。我走了，陈叔。好。爷子，你爸要不行了，你手里现在有卖人参的钱，你能不能帮帮你哥呀？就当妈求你了。妈，咱们不是早就分家了吗？债是我哥的，不是我的。爸，孙大志说了，今天要是见不到现钱，就要打断我的腿。实在不行，我在想，咱村里那3间老瓦房能不能先卖了抵债啊？房子卖了，我们2个老子住哪儿？睡在雪山沟里喂狼吗？干脆把我们俩老骨头一起论斤卖了得了。我就是随口一问嘛，别那么激动，对心脏不好。都怪你！年底卖山货分红，列队明明净赚了1万块，为什么你只分给你弟20块钱？你弟凭着那只手，一年在深山老林里里外外拼命200趟，你林虎呢？你一年才进山10次，你只分给他个零头。
但凡你当初给他留条活路，他现在能见死不救吗？你好意思啊你？妈，你现在装什么好人？当时我拿大头分他20块的时候，你和我爸可是点过头支持我这么分钱的。说林虎生下来就是个带着6根指头的怪油，是个养不熟的白眼狼，活该他被赶出家门。林大山家属是吧？病人的心脏搭桥手术暂定在3天后，你们家属这几天别刺激他，把术前准备做好。心脏开胸搭桥？我没说要给我爸做手术啊！我们家现在哪儿掏得出这笔巨款？800块钱的手术费和住院费，今天上午就已经有人在收费处全缴清了。谁替我缴的？那人没留下姓名，是个年轻小伙子，左手缠着布。但我们查了后台的缴费底单，签字的那栏写着林野。所以这手术是做还是不做？做，大夫赶紧做。哎，大夫，要是这手术我们不做了，这800块现钱能退到我手里不？退倒是能按流程退给家属，但如果这刀不开，你爸这情况可能活不过这个冬天，随时会走。林虎，你这个没良心的畜生，连老子的救命钱你都想吞，你滚，给我滚！爸，你咋可能那么想我嘛？我巴不得你赶紧手术好起来。我就是随口一问啊。爷子，恭喜恭喜啊！今天这席面全是山里的硬货，咱整个靠山屯20年也找不出第2家这么排场的。素云今天打扮的可真俊，以前苦日子熬到头了，以后跟着咱们的山神爷就等着享村福吧。来，有请啊！谢谢大娘，谢谢大家伙儿来捧场，我真的很高兴。老头子，咱走吧，回那漏风的老屋去吧。咱们把野子伤透了，没脸进去喝这杯喜酒啊。如果当时虎子做出这样的事儿，咱们能拦一把该多好。你们快看院门外头那要饭的，那不是林虎吗？可不就是他，怎么混成这副连狗都不如的鬼样子了？你还不知道吧？听说吴梅跟他离了，连夜把家里剩下的一点棒子面都卷回了娘家。他活该！听说前几天在县医院，这畜生为了抢野子垫付的那800块手术费，在病房里跟他亲爹动了手，硬生生把林大山推倒在地，差点没当场气死。这种白眼狼落到这步田地，那是遭了老天爷的报应。各位父老乡亲，吉时已到，今天我老陈厚着脸皮给林野和柳素云当个证婚人，婚礼仪式现在开始。1拜天地，2拜高堂，夫妻对拜。怎么回事？山里怎么打雷了？林野，你办喜事又怎么样？孙老大的推土机开进山了，他要炸山建采石场，你们谁也别想在这大山里活下去，谁也别想！这是开山炸药的动静。孙大志要的不是我林野的命，是要咱们靠山屯所有人的命。他要炸的那座山是咱们的水源，那林子是咱们的饭碗。山要是平了，水就断了，林子没了，咱们就得背井离乡去要饭。可那是孙老虎啊，县里的大老板，黑白两道通吃，咱们惹不起啊！屁话，惹不起就看着他刨咱们的祖坟吗？爷子说的对，今儿他敢动山上一棵树，老子就敢跟他拼了这条老命。对，跟他拼了。对，他孙大志再横，也大不过一个李字，大不过咱们全村110口人。爷子，你说咋办？我们都听你的。村里的青壮爷们儿，能拿得动家伙的，都跟我走。陈主任，你马上带人去村口大路上设路障，别让他们更多的车和人进来。郑伯，你带几个老猎手上山，从两边抄过去，看清楚他们到底来了多少人，带了多少炸药。哟，叶子，
这是唱哪出？乡里乡亲的，拦路可不厚道。白纸黑字，公证处盖的红章，林虎亲笔签的山林经营权抵押合同，这可是合法转让。你们堵在这儿，那叫非法占道，信不信我现在就报警？这章是真的吧？要是真的，咱这不成了犯法吗？孙大志，合同上写的是抵押，不是买卖，债没到期，你凭什么开设备进山？这位大姐，债户人已无力偿还，依据合同条款。够了。那边地底下正在塌，重型设备开上去，连人带车全得陷进去。林爷，你搁这跳化神呢？老子走南闯北20年，还没见过手指头能算命的。开，绕东排走，谁怕一个6指残废的鬼话，谁是孙子？山神爷显灵了，山神爷饶命啊！野种，你以为吓跑几个民工就赢了？我死有的是办法，让你这座山一棵树都留不住。你试试。等我派人拿到你的承包证，我倒要看看你还怎么跟我嚣张。暗河，整条暗河就在山底下面，他要是炸山，全村的水源都得断。500块真好赚，只要能拿到林野的承包证。哎呦！啊！救命！有埋伏！别动，再动一步，就别怪我手抖了。拿到证就烧，事后加钱。孙大志派你们来的？爷，我们就是拿钱办事。野子，怎么回事？素云，今晚咱们请全村看戏。林野，你长本事了，私设行堂，非法拘禁，信不信我现在就叫派出所来抓你？孙老板急什么？难道他们是你派过来的？你少血口喷人！行了行了，野子，赶紧把人放了。大志也就是个生意人，和气生财嘛。我儿子的砖窑还指望大志的采石场供料呢。你这一闹，全村的财路都没了。赵支书，人家都打上门来抢承包证了，这叫和气？这不是没丢东西吗？打手，我可以放，但孙大志，咱们村的东坡已经塌陷，底下的暗河牵连到整个村的水源，你只要撤人，我现在就当没发生过这件事儿。你休想！这是我发财路子，你少危言耸听。再说了，他们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林野，夜路走多了，当心脚下滑。你想干什么？我可是遵纪守法的好公民啊！你呀，千万别污蔑我！你啊！哎呦，我的肚子！林野，你以为我就只有这一个计划吗？谁让你们都看不起我？到时候等你们全倒了，孙老板就能给我1000块。我早上喝了井里的水。是你派人在井里下了药，你有证据吗？没证据，你可是诬告。你为了赚钱，连下药的事都做得出来。孙大志，你让人给全村下毒，你还是不是人？泻药量大，但不致命。大家都先别喝井水，喝山泉水。孙大志，我绝不会放过你。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说了，我只是个遵纪守法的生意人。不过现在嘛，好像没人能拦着我的车队了。你猜，等救护车来的时候，你的山还在不在？各位乡亲，我孙大志今天就把话撂这儿。采石场一开工，每户人家当场发50块进场费，以后按月领分红。50块钱，这可是顶一家人半年赚得了。那可是大钱啊！
可水源要是毁了，水源，我请的专家都说了，采石场离水源远着呢。你们信专家还是信一个六指怪？孙大志，你敢对天发誓，井里的药不是你下的？我发誓有用吗？你有证据吗？没证据就是诬陷。叶子，大志说的也有道理，咱们村穷了这么多年，好不容易有个发财的机会。赵支书，您儿子的砖窑是指望采石场，可全村的命根子就指望这口井。这不是还没查清楚吗？林野，你个克星，你爹在医院躺着你不管，现在全村人都中毒了，你还在这挡人财路，你就是个可家可孙的怪物。50块啊，够买半年粮食了。林野一个人能顶什么用？孙老板有钱有路子。行，你们要钱我不拦，但丑话说前头，采石场一开，地下暗河一断，全村的井都得干，到时候别说50块，500块也买不回一口水。哼，林野，你少危言耸听，我的矿产报告都在这儿，合法合规。那份报告我要看。凭什么给你看？你算老几？今晚我就让你知道什么叫众叛亲离。这个村里的水我直接断了，我倒要开口，你们能撑到几时？叶子，他们没事儿，人心是最好事的，也是最不值钱的。咱们能做的就是护好大山。乡亲们，不是我孙某人不讲情面，镇上灌网改造我也没办法。不过嘛，只要是支持我建采石场的，家属凭字条，1人2个馒头，1瓢清水。过来！林野，你个丧门星！我家后山的猪崽渴死了一半，地里苞米全干了，你想拉全村给你陪葬啊？都听好，只要逼他交出山林承包证，大志老板立马派水车进村，砸，把他给我揪出来！你们瞎了心肝！那是镇上停的水吗？那孙大志花钱建了引水渠。素云呐，现在说这些有啥用？全村要渴死了，只有大志能弄来水呀！别跟丢了魂的人讲道理。你骂谁呢？不交承包证，今天你休想全心全尾的走出去。3天。3天？你当自己是龙王爷，憋个屁就能下雨？3天之内，我给村里找一条新的活水脉。如果找不到，承包权我双手奉上，净身出户，滚出靠山屯。野子，方圆10里除了干了几10年的枯井，哪还有半滴水？大话闪了舌头可不好治啊！赵支书，请村里长辈作保，现在立字状。地下暗河改道，唯一能逼出水眼的地方，只有这绝地了。哎，你说他是不是疯了？这鬼地方连野猪都绕道走，随他折腾呗。大志哥说了，让他找去，找3天找不着，承包证自己送上门，这叫啥来着？瓮中捉鳖。郑伯说过，绝命谷以前有泉眼，6几年地震给封死了。暗河不会消失，只是换了路，水在石头底下跑，跑得再深，也有震动。在这儿。嘿，山耗子，你搁这儿刨坟呢？要不要我给你烧2张纸？给我开！林野，你最后还不是斗不过我，呵呵。
水来了！老天爷，水来了！妈妈，甜的。六尾叔叔找到水了。怎么回事？他林野到底从哪儿找出来的水？六指，不是野子，你咋找着的水？这河断了大半个月呀！神了，真是神了！往后谁再敢说你怪手，老子第一个不答应。六指叔叔，我就知道你能找到水。我跟妈妈说了，你的手会听山说话。伤口不处理会烂。好啊，野子有本事，这水找得漂亮，我老孙头一个福气。乡亲们，水是回来了，可日子还得往前过，不是？我那个合作方案，承包费照给，年底分红翻倍，现在有水又有钱，两全其美的事儿哪儿找去啊？反正水也回来了，签了还能拿钱。大志，这容我们再商量商量。赵支书，商量啥呀？白纸黑字，我孙大志啥时候亏过乡亲？今天签字的，每户先预支200块过年钱。别签，野子，你这是啥意思？大伙自愿的事儿，你管得着？赵支书，念念第7条，甲方有权对承包区域内土地进行开发性改造。开发性改造，说人话，就是推平山林、炸山采石。林野，你非要跟钱过不去？野子，你这是断章取义。开发性改造是法律术语，修个路、架个桥都叫开发性改造。那第9条呢？赵支书，接着念。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阻挠甲方引入第三方合作单位进行资源开采。资源开采？啥资源？咱山上有啥资源？石头。他要炸山采石，这条河的水从山里来，山没了，水还会有吗？乡亲们，你们听他一个毛头小子胡咧咧。我孙大志在这村里48年，啥时候坑过自己人？这条款是省城律师写的格式条款，哪个合同里没有？大志哥说的也是格式条款嘛。可白纸黑字写着呢，万一他真炸山咋办？别站着，去帮大志说话，咱还欠着他的钱呢。闭嘴！大志，这个要不这条款改改，把资源开采划掉，大伙儿也安心。合同是双方的事儿，我改了，我那边合作方不认，这笔投资黄了，谁负责？赵支书，水是我找回来的，山是大伙的命根子，签了这纸，水和山就都姓孙了。你想干啥？小子，你拦得了今天，拦不了明天。这村里一半人欠我人情，你算算自己有几斤几两？我算不清，但我那只怪手摸过的东西是真是假，从没走过眼。林野，你以为这样就拿我没办法了吗？一会儿省里来人，我都要看看谁还能阻拦我。哎呀，何科长，路不好走吧？辛苦辛苦。哪位是林野？我。省发展规划办的批复，青石岭矿产资源开发项目已列入本年度重点扶持名录，涉及区域的承包权人需在7日内签署配合协议，否则视作自动放弃补偿资格。省里批的，那咱还能拦？我说什么来着？这不是我孙大志一个人的意思，是省里的规划。赵支书，您见过省厅的红头文件吗？我哪见过那东西？省发展规划办，哪个省有这个单位？省纪委、省经委我听过，发展规划办这仨字连在一块儿，您在报纸上见过？同志，机构改革刚调整，你一个猎户不了解很正常。文件编号，省厅公文编号是 X 正发打头，年份加流水号4位数，你这上边印的是3位数，格式都不对。爷子，何科长大老远从省城来，你这么说话，你哪个单位的？工作证拿出来。我跟你一个山里猎户没必要。叔叔，你那个皮鞋底下沾的泥是红的，我们村口的路是黄土，红泥在矿上才有。
红泥。孙大志的采石场工地上才有红泥，你根本不是从省城来的，你从矿上来。赵支书，假冒省厅公文，这是什么罪名？红头文件你嫌格式不对，行，这是县国土局的勘探批复盖的章，你总认得吧？这章倒像是真的。乡亲们，我孙大志做事从来明明白白。你们看，省里的勘探报告、县里的批复、村委的备案章，3道手续齐全。这上头还有编号，看着挺正规呀。大志哥这次是真下了本钱，省里都批了，咱还拦啥？我就说嘛，人家省城来的科长能是假的？林爷你一个打猎的，懂啥公文？那我应该懂吧？陈主任，我是陈国平，接到群众来信反映青石岭承包纠纷，专程来核实。哎呀，陈主任，您亲自来，快坐快坐。这份谁带来的？我，省发展规划办。省地矿局去年8月换了新版公章，边缘多了一圈防伪齿纹。你这章是旧版。这份更有意思。国土局张局长上个月调任水利局了，批复日期写的是本月15号。张局长调走之后的章，谁盖的？还有，这上面的签字，全是假的！伪造公文，冒充国家干部，孙大志，你这是把全村人当猴耍！够了！你们都把家伙拉上来，今天这山我扎定了！住手！孙大志，你敢点火，我就敢拿命赌。命，老子最不缺的就是别人的命。叶子，躲开！赵支书，你们别上来，看好丫丫！震动方向在东南，现在过去能拦住他们。你找死！炸药箱放地上，慢慢退。就你一个。这条路，兔子走过，我都听得见。你们几斤几两，我清楚。行啊，野子，有种。可你拦得住这仨？拦得住火吗？山是干的，风也顺，点一下，半座山都是我的推土机。你点。什么？文件证据都在，到时烧起来只会让你丧命。怕？老子倒卖布票被枪指着头的时候，你还在玩泥巴。不过，老子是奉公守法的生意人，怎么会放火呢？可我手底下的兄弟眼瞎手笨呐！烧！烧！连着那些假公文，连着那个什么狗屁主任，一起给老子烧得干干净净！孙大志，你这是草菅人命，你要吃枪子儿的！这叫天干物燥，意外走火。泥土温度在变，草叶震动的方向不对。孙老板，你点火前没问过山神借没借东风吧？什么？大志哥，风向变了，火朝龙凤车去了！快把车开走，那上面全是炸药！赵支书，雷管要炸了，半分钟带陈主任和大家往西涧死角趴下，捂住耳朵！快，大家跟我来！一起走！丫丫爬山，带他躲到那块大青石后面，快！
没炸，老天爷显灵了，没炸。不可能！天气预报明明说这半个月都是大旱，怎么可能下雨？城里的机器测的是气象，但我这只手摸的是山脉的脾气。半个时辰前，这地底下的泥土就凉透了，山雀低飞不叫，连岩缝里都往外试水。孙大志，这山在赶你走。你早就知道下暴雨，那你还眼睁睁看着我点火？不让你点火，陈主任怎么能看清你这丧心病狂的底牌？好一个意外走火，好一个奉公守法的生意人。赵支书，我们现在就送他们去执法队。乡亲们，把这帮畜生捆了！放开我！老子有钱，老子还能拿钱砸死你们这帮穷鬼！你的钱买不来这里的风雨，下半辈子在牢里慢慢算你的账吧。山不说话，可他记得谁真心待他。孙老板，这山不认你。乡亲们，县里批了，整片山林全交由林野的生态农庄方案经营。以后咱们全村跟着野子一起吃生态饭，赚干净钱。野子，你就是咱们全村的大英雄。六指叔叔是山神爷派来的大英雄。20年了，山神爷的印终于见着光了。这整片林子交到你手里，我这把老骨头闭眼也安心。郑伯，从今天起，不仅是狩猎、山货、草药、旅游，咱们成立合作社，有我林野一口饭，绝不让大伙喝汤。